纳税的季节又快到了，每个人都应该很清楚自己缴多少钱给政府。但你知道政府一年分了多少钱给你，或者是你住的县市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财政收支划分法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2月的时候，我们制作了一集影片，在讨论新竹县市合并升格的事。那当时就有提到，县市合并的主要争论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这个俗称财划法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不管是新竹市或者是彰化县这些近期想要升格为直辖市的县市提出来的理由之一，都是升格以后就可以从中央拿到更多的钱。而中央的钱应该要怎么分配，就是规定在财政收支划分法里面。所以在县市升格的讨论里面呢，有些人就认为既然是为了钱，那就应该先修财划法才对吧？那问题就来了，现在中央的钱到底是怎么分配的？这个分法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呢？那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加入志奇77的频道会员可以享有哪些好康吗？接下来这1分钟，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频道会员福利。第一个是你可以参与每月1次的议题许愿池，你可以在这里提案想听的主题，那会员票选最高的几个题目，团队会选出至少1题做成影片。而第二个是企划们的政治不正确真心话，跟大家分享研究议题的思路还有心得，甚至是辛辣的回复观众的留言。第三个是每个月至少会有1支的会员专属影片，影片内容包含了像是影片的拍摄花絮议题的延伸讨论、完整版的访谈影片，又或是我们团队亲自回答会员的提问。而第4个是留言的时候，你的 ID 旁边会出现频道会员专属徽章，还可以使用专属的表情符号。那最后除了刚刚这些福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你加入会员给予我们的支持，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稳定的收益，继续制作更多重要的时事和社会议题影片。你可以在这几个地方点击加入，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就能够加入志奇77的频道会员。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加入会员，也可以抖内支持我们。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伙伴，和我们一起推广更多重要的议题。财划法简单来说，就是一部规定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又该往哪去的法律，包含政府可以从哪些管道拿到钱，拿到钱之后要怎么分给各级政府，以及那些花费应该要由谁来负责出钱等等。为什么会要有一个这样的法律呢？主要是因为每个县市的土地面积、人口数量、产业类型都不太一样，因此会有不同的收入来源，也会有不同类型的支出。但政府想要确保所有的人民都可以公平的享受到政府的服务，像是教育、治安、交通等等，不会因为你住在不同的县市而有太大的差异。那如果这个法律没有定好，那就可能导致有些县市无法分配到足够的预算，结果就没有办法建设、提供人民服务。这样子呢，就有可能造成人口外流，甚至是县市的老化与城乡差距。那具体来说，财划法目前是怎么运作的呢？财划法首先把人民缴给政府的税收分成了缴给中央政府的国税，还有缴给地方县市政府的地方税。国税的方面呢，就包含了所得税营业税、遗产税、关税、货物税，或者是证券还有这个期货交易税等等。而地方税这些呢，则是包含了像是土地税、房屋税，还有娱乐税等等。那财划法呢，就会从国税还有地方税里面各抽一定的比例出来，编成一笔统筹分配税款。而这笔钱里面呢，有 6% 会保留起来用在紧急重大事项上面，而剩下的 94% 叫做普通统筹分配税款，就是在依照一定的比例再分给各个地方政府。理想上呢，这整套机制的用意就是让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县市的产业性质来订定不同的比率，让国税还有地方税能够有效率的重新分配，照顾到不同县市的经济跟发展的需求。但理想是理想实务上这个统筹分配税款的分配方式，就是整个财划法最多争议的地方，包含应该要拿国税跟地方税的多少比例出来给统筹分配税款用，该分多少比例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拿到钱之后又可以怎么分配等等，这些涉及到预算分配的规定都会有人不满意。首先有很多人不满意的地方是，为什么直辖市可以拿的比较多？那以规定来看，财划法并不是直接规定要给每个县市多少钱，而是先把全国可以分配的钱分成3份，其中接近 62% 分给直辖市， 24% 分给其他县市，而 8.2% 左右分给乡镇市。那以实际的数字来看，2022年的统筹分配税款呢，大概有3000亿左右，等于呢6个直辖市就可以拿走快2000亿，所以对于非直辖市的人来说呢，好像就会觉得很不公平。
再来，即使同样是直辖市或者是县市，大家对于谁拿的比较多也很有意见。在分成3份之后呢，各个直辖市或是一般县市并不是就直接的平分这些钱，而是会依照这些指标来计算加权的分数，分数比较高的就可以拿走比较多的钱。那以直辖市来说，主要就看4个指标，这些指标的比例呢，我们用字卡来呈现。4个指标分别是盈利事业的营业额、人口的比例、土地面积的比例，还有财政能力。而一般县市的话呢，只是看需要用到的钱以及盈利事业的营业额这2个指标。那以实际数字来说，2022年6都拿到的钱里面，台北市最多有478亿，新北、高雄、台中则是300多亿，而桃园跟台南就只有200多亿而已。大家可能多少都可以理解要加权计算的原因，是因为每个县市贡献的税金都不一样，如果都平均的分配，那贡献税收比较多的县市居民可能就会觉得不太平衡。而每个县市需要的钱也不一样，人口比较多或者是土地面积比较大的县市，可能也会需要比较多的钱来施政来建设。但是到底该采计哪些加权项目，每个项目的比例又该设定成多少，就是争议最大的地方。例如纳入人口比例很合理，但到底人口多的县市该拿多一点点还是少一点点呢？支持拿多的人认为，人口越多，施政经费的需求就越多，所以应该要多拿一些钱。但支持拿少的人则是认为人口多的县市本来就已经可以收到比较多的税，这个时候他在分配税款时已经有加成了，所以不该再让他有人口的加权，否则呢，只会让那些比较穷的县市拿更少的钱，结果人口又持续的外流，恶性循环。而以一般县市的分配来说呢，也有人认为现在有 85% 的权重是拿来补县市政府缺钱的地方，可是这样子导致越努力改善财政的县市越分不到钱，等于变相鼓励县市政府放任财政恶化，反而可以领到更多的统筹分配税款。那既然看起来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立法院不修财划法嘞？财划法最近的一次修法是在1999年，对，当时 Google 才刚成立没多久，周杰伦还没有出道，大家都还在用拨接上网的年代，很多观众搞不好都还没有出生。那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财划法都没有修过，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是一部决定钱要怎么分的法律，而事情只要牵涉到钱就会比较复杂，每一个人呢都会想要多分一点点，但是钱就是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修法就很难达到共识。举例来说，每年的统筹分配税款的预算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开始比较谁拿的比较多，新闻媒体呢也会制作表格去把每个县市拿到的钱做排名，拿的多的呢就会被质疑说，凭什么拿那么多钱？拿的少的大家就会检讨为什么这个县市拿到的统筹款吊车尾，或者为什么今年拿的钱比去年少。这些做法其实都会让每个县市都会有拿到更多钱的压力，所以在修法的时候，大家讨论的方向往往不是要怎么修才能够降低城乡差距，而是大家会提出各种理由去要求自己的县市应该要分到比较多的钱。例如在立法院就曾经有重工业县市的立委提案说，地方政府都配合国家设置高污染产业，贡献全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在分钱的时候应该要有高污染产业的加权。也有主张发展农业的县市立委提案说，我们发展农业是确保台湾的粮食安全，但发展农业税收就比较少，所以应该要优先分钱给我们。这诉求其实个别看来都有它一定的道理，但能够分的钱总共就是那么多。如果一个县市因为某个理由多拿了一点，也就代表其他县市分到的钱会变少，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每次修法都僵持不下。而且假设真的要讨论分配方式的异动，那就一定会有县市分的钱变少，但这样子一来呢，那个县市的立法委员下一次就应该不用出来选了。所以这种法律的修法可说是超高难度。话说回来过去的每任政府每个执政党呢，其实都曾经宣誓或者提案说要修财划法，像是陈水扁在当总统的时候呢，就分别在2002年、2007年、2008年3次的提出修法。马英九总统时期呢，在经历了5都升格之后，也在2010年、2012年2次提出修法，而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也要求财政部重新研议这个财划法的修法。但这些提案呢，都因为中央跟地方的立场不同，各个县市政府彼此之间又没有共识，所以通通都没有修法的进展。而回到现在的时空，年底即将又有地方大选，这个时候也更难推动财划法的修法，所以看起来要修法还有得等等了。
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是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啊，我们觉得财划法这种重要的法律20几年没有修，真的是有点说不过去。即使分配比例或者是加权项目很难有共识，但应该也可以先处理一些比较合理的修法。比方说营业税这个税额呢，目前被分到国税底下，但它其实跟地方的经营还有招商有蛮大的关系。所以如果能够让地方也可以享有这部分的成果，地方或许也会更努力的发展经济跟招商。或者是现在直辖市已经从2个变成了6个，未来可能会更多。那直辖市跟非直辖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明确，或许应该全部用同一套公式就好，不需要先分成2笔钱再来分配。那当然，以上也只是我们自己的观点。虽然财划法怎么修应该很难有一个完美的最佳解，但在讨论具体分配的比例之前，或许我们可以先厘清大家重视的价值方向到底是什么。例如，我们希望是有个经济超好的大城市当火车头，即使其他的县市穷一点也没有关系，还是说希望尽量的平衡城乡差距，让每个县市的生活水准不要落差太大。而我们究竟要把资源放在哪些产业上面，可能也会决定了具体加权指标的设定还有计算比例。但不管怎么说，财划法真的要修法，应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吧。好的，那今天想问大家，如果财划法修法，可是你所在的县市拿到的钱会变少，你会支持吗？ A 支持哦，如果可以平衡城乡差距，少分一点点钱没有关系啦。B 不支持哦，应该要想办法让财源增加，把饼做大。C 没有意见哦，反正钱分下来也不知道会花到哪里去。D 其他留言说说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财划法是怎么一回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国土计划法以及新竹县市合并的讨论议题。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